哎呀，最近把我和 Maxim 都给憋坏了，天气一直都不好。先是连续的下雪，然后雪还没有化，又开始不断的下雨。今天我是趁着雨停的间隙跑上一个半马。Maxim 这小子有阵子都没出来了，估计一会儿跑起来又不听话，又会拼命的往前冲。Maxim slow， 你又忘了规矩了。看这地上的水呀，前面有带小狗出来的。今天的天气可真是暖和，跑起来有点如沐春风的感觉了。哎呀，这整个路面都是水呀。Maxim 早晨可能还没有拉臭，希望他能尽快把这泡臭给拉了。看下边这蓄水池，水都这么深了。这 Maxim 还真给力，话刚说完就开始拉臭了。这样他拉完了，我就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带他跑了。这跑的时候中途被打断还是挺累的，先准备把臭臭给它剪了。这一个狗屎袋还得规划着用，又是得牵着狗拎着狗屎袋跑上一段了。前面才有垃圾桶，像我经常跑的这个公园吧，它的上升和下降的坡度还是挺大的。到垃圾桶这儿了，看这泥呀 ，no， 这还有狗在垃圾桶旁边拉臭。跑的距离长一些的话，前2个英里就不能太快，太快如果呼吸调节不好，心率太高的话，后边很容易就没劲儿了。哎呀，这全是水坑，今天这跑起来不容易，又要爬这最大的上坡了。公园跑起来呢，虽然坡度大不容易，但整体上比在跑步机上跑，我感觉还是要舒服多了。首先，它在户外有比较好的环境，有比较新鲜的空气，不会像在跑步机上那么无聊。其次就是在户外跑，距离跑的稍微长一些，腿呀、脚呀也不会特别难受。跑步机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跑步机上用的鞋不太好，还是因为就是跑步机在那个履带上感觉不舒服，而且每次跑完，这脚底板呀和腿都不太舒服。我感觉在跑步机上，如果只是跑个5公里啊、8公里，那可能还行。一旦是要跑一长距离，比如说跑一个半马，那还是挺难受的，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在户外跑相对就轻松多了。今天的天气确实是暖和呀，我这刚跑这么一小会儿就出汗了。等会儿跑2圈，如果汗太多，把衣服脱掉。别看今天暖和，天气预报显示下周又是零下8、9度的样子，而且是连续的低温，还要下大暴雪。旁边这种真草的草地还是太湿太泥泞了，没有什么人在上面玩。家里小朋友前一段时间因为甲流已经休息一阵子了，在家，后边又是天气原因，好几次都不上课，或者是学校只上半天课。这刚刚上课，下周呢又有不好的天气，又要停课了，而且下周1是这边的法定假日，小朋友也不上课。这感觉这段时间小孩在家玩疯了。这 Maxim 刚刚又拉了第2泡臭，每次跑步都是这样，太通便了。这狗屎实在是太臭了，还好第2泡拉的还是比较干燥。带着它跑啊，比自己跑还是要麻烦多了，事儿太多。这就2泡臭，开始的时候还尿泡尿，中途呢估计还得尿上1到2泡的尿，希望别再拉臭了吧。哎呦，这地好湿啊！哎呀，哇啊！准备出发了。这被 Maxim 折腾几次之后，不光是呼吸没调节好，这身上也疲惫多了。哎呀，节奏一失去，再重新跑就困难好多。这边人造的草坪，估计上边是没那么湿。现在有好多人在这训练，这是橄榄球的。现在是1.36英里了，还得再多跑1英里，可能这呼吸才能调节上来。这路灯大白天的还都亮着，感觉有点浪费啊。这边停车场的车都快停满了，都是刚才那些比赛的人的。这孩子的家长也是都挺不容易的，一到周末
就得带小孩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是参加比赛的，那有可能还要坐飞机啊，或者长途去外州。都说中国的小孩特别卷，我看这边的好多孩子也是挺卷的，可能卷的方向和卷的动力不一样吧。跑了一圈多一点了，又到这水坑的地方了。相比那些卷的孩子，我们给小孩报的活动相比较就太少了。哎呀，有时候就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啊，这么卷，把大人孩子都搞得那么累，压力那么大，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时候想想呢，只要是能做到生活无忧，能够养活自己，快快乐乐的过完这几十年也就可以了。况且我们好多人其实也就是普通人，没那么卷，到头来也就是过一个平平庸庸的日子吧。刚才可能有点太消极了，还是说点正能量的吧。虽然说可能我们最后卷来卷去，也就是过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活，但是有些必要的呢，还是得做的，不能把这个作为自己偷懒的理由。适当的努力还是要的。比如说，我们肯定得工作赚钱养家，得能养活自己，让自己全家能过一个相对衣食无忧的日子。然后就是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强壮一些，这样能让自己健健康康的时间尽量长一些，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都是一个最大的贡献了。所以我这中年之后，就把原来的那些可有可无的社交活动啊，还有各种浪费时间的行为，渐渐的都戒掉了，就把赚钱还有健身当成未来，至少是未来10年以上吧，一个中长远的目标了。因为现在的精力也实在是有限，你如果不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做那么1、2件事儿的话，时间真的是分配不过来，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那么有精力了。我已经差不多快2.5英里了，这气息还是没调整好。这左手牵黄狗，右手拿着摄像机，确实是没法做到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因为早就不是少年了，确实跑不动了。不过这跑完步之后回家吃饭，还是吃的特别香，也吃的挺多的，说明还没那么老。不过我现在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少吃一点，否则的话跑完步再一多吃，这身上的肉比不跑步长得还快。我这坚持密集跑步训练这6周吧，6周以来，体重已经是长了7、8磅了。比如说我今天跑一个半马回去可能先喝一点点蛋白粉，补充一下蛋白质，接着待上1个小时左右，肚子就饿得厉害。这个时候要想再控制饮食、控制饭量，那真的要比不运动难多了，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有强大的意志才行。这游乐场终于有小朋友来玩了，第2圈了，也是3英里。现在这心率还有呼吸大概是调整过来了，比较有节奏，也比较放松了，但是整体的速度有点偏慢了，等会儿还得慢慢的把速度给提起来。要进那水坑了，刚才遇到水坑，等对面的人先过来。现在的配速是9分50多秒每英里，这边是下坡的时候会快，这会儿就已经能到9分以内了，甚至有的时候会到8分，有点太快。一会儿上坡的时候就得10或者是11了，差距还是挺大的。反正我这一阶段的目标呢，就是争取能给它保持在10以下，争取能到9分30秒1英里。但是如果能保持在10分钟每英里，也是不错的了。你看这坡度比较大，一上坡就往上10以上了。这 Maxim 又看见人家的狗，老想过去凑合。哎呀，他又开始尿尿了。每次跑步 ，Maxim 的事儿最多了。这边的土路，本来想有机会试一试的，这能跑的机会太少了。不是下雪，就是下雨，一直都是泥泞不堪的。
还有差不多2周，这50英里的越野跑就要开始了。我新买的那双越野跑的鞋，现在还没开工，没拿出去练呢。场地太受限制了，那种鞋在这种柏油路上跑也跑不了，一是鞋容易磨，第二是脚也不舒服。哦，看着水呀，哇，这边我走不了了。哎呀，我这水还挺深。Maxim 回去得给他洗脚了，他这个脚趾头缝儿里边全是泥，光擦都不够。这狗也是怕这种大雨啊或者泥泞的天气，下雪倒不怕，下雪它脚反而会更干净。偶尔还是能看见一些其他的跑步的人的。这公园还是遛狗的居多。现在跑了大概有4英里了，手表一直给我报，跑的实在是太慢了。现在情况是，我感觉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整体的身体素质、跑步能力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因为体重增加了7、8磅，感觉把身体机能的提升就给拉下去了。哇，这体重太重了，还是跑不起来，还是得控制饮食，高蛋白、高维生素、纤维素，其他的就尽量少吃了。这能坚持住目标真是不容易，每次立一个 flag， 最多就坚持几个月，后边就慢慢的荒废了。其实这人呢，有的时候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什么是对自己身体好的，但是就是让每天都坚持，这个99.9%的人就给淘汰了，根本做不到。我现在跑步锻炼的出勤率大概能做到70%左右吧。如果要是刨除天气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能到90%以上了。还要坚持，还要努力。这川普上台有将近1个月了，执行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最关键的减税呢，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把个人所得税还有中小企业的税率再能降一降，或者是再能有一些更优惠的政策。这费了那么大力气，砍了那么多预算，裁了那么多联邦政府的雇员，如果最后落实不到减税政策上，那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尤其是普通上班族来说，这直接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而且像我们，因为是在大华府地区嘛，这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同事什么的，多多少少还是受到影响的。甚至我们的业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说，直接的可能还是一种损失。哎呀，当然改革就是这样嘛，希望改革过程是短暂的阵痛，长远来看，希望能做到让经济再次腾飞的目标吧。其实现在年纪越大，越不愿意关心那些国家大事或者是宏观叙事了，更愿意关心自己和自己身边、自己周围的这些人实实在在的生活怎么样了。很多那些大事儿呢，当然年轻的时候特别关心，现在想想离我们太遥远了。如果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过得越来越好，那国家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糟，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反过来呢，如果你国家的宏大叙事搞得非常好，政府机关高高在上，然后高楼大厦、豪华办公，这跟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也有关系了，这关系就是负面的影响了。越是那样，这老百姓的生活越差，可能是现在年龄大了，没那么好糊弄或那么好忽悠了吧。我现在反倒觉得，川普的一个举措，就是退出好多的可有可无的国际组织，然后停了很多国际的援助啊或者拨款什么的。如果其他的什么大国想当冤大头，那就让他们去当吧。自己呢，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然后之后呢，
再考虑一点世界人民怎么样。因为你政府首先得对你所有的纳税人负责嘛。如果你的纳税人生活差了，或者是你纳税人所在的地方受灾受难了，你不优先处理，你拖着不干，你反倒去关心什么非洲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些地方的某小国的一些同性恋的事儿，这个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哎，这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还是能不干就不干，能少干就少干点吧。看着小河流水哗啦啦的声音，边上绿草越来越多了，已经跑了有5英里多了，这速度确实是有点慢。哦，这 Maxim 又拉第3泡臭了，真的是影响我跑步。这第3泡开始拉稀的了。这德牧啊，它的肠胃功能确实不行，又是一包臭。我选择反方向跑，因为反方向离垃圾桶稍微近一点，先把它这个臭臭袋给扔了。拎着这个跑实在是太别扭了。其实要是不带它出来呢，我自己一个人跑的速度就会快好多的，这也没这么多事儿。但是他肯定就不开心了。slow， 狗屎袋扔了，然后再拿一个吧，以免待会儿他又拉臭呀。这都淋雨淋湿了。拿2个吧。哎呀，走了，这才跑了5英里多点儿，是3泡臭，3泡尿。天上虽然没下雨，但地上溅起来的雨水还是把鞋弄得有点湿。前面脚趾已经感觉到潮湿了。slow。Oh! Oh!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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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Maxim! No! No, Maxi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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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 不要再打架了啊！哎呀，这真是拉都拉不住，主要是刚才那个小狗，它那个绳子放得太长了，小狗直接冲过来咬 Maxim 了。哎呀，我都一只手使好大的劲儿也拉不住，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小不点儿的狗也那么 aggressive， 那么有攻击性。现在已经差不多有6英里了，不管是从呼吸来看，还是心跳，还是整个步伐速度，都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后边就是这样慢慢的跑下去。我们大概快到半马的时候再打开相机了，因为马上就快没电了。Maxim， 我们一会儿见。已经跑了有10.5英里了，差不多17公里左右了。Maxim 还是一如既往的闲庭散步一样，表示毫无压力。看起来跑半马我也是跑不过他的。自从刚才被那只小狗挑衅过之后，后来在跑的过程中 ，Maxim 遇到其他的狗就明显有攻击性了，老想凑到人家面前去挑衅。使劲的拉着才能给拉住。看来天气预报不是特别准，这会儿天气反而放晴了，不像预报的那样有雨，而且地上这些水呢，太阳一出来，慢慢的也都蒸发掉了，水坑明显比早晨刚来的时候少多了。今天 Maxim 我们2个全都没有补给，跑到现在了，也不渴也不饿。看一下 Maxim 现在的样子，这凉爽的天气。人跑着也舒服，狗跑着也是特别舒服。来，走吧。哎，我们是零补给挑战完成半马，估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Maxim 除了6英里之前拉的3泡臭和3泡尿之外，后来也就没有了，估计该排的都排空了。刚才路过球场，那些打球的小朋友也都散场了，估计中午、下午回家吃饭去了。现在是上坡了，保持不住原来的速度了。这主要是地上啊还是有点湿，刚才那会儿鞋也是湿了，然后鞋垫、袜子都有点潮，磨得脚底板有点疼。最后的1圈半，加油了！马上就13英里了 ，Maxim 终于憋不住了，这是他的第4泡尿。
我已经是累得有点气喘吁吁了。Maxim 还是毫无压力。看来像半马这种长距离的跑，我也是跑不过 Maxim 的，我还得继续努力呀。跟狗比赛，这压力真是太大了。哎，看看我们 Maxim 这前进信步的样子。像他在这种凉爽的天气跑一个半马下来，不光是不需要补给，就连喘气都不需要张太大的嘴。刚才还是蓝天晴空万里，这会儿已经是乌云密布了，空气中已经有小雨点了。看来又被打脸了。天气预报还是要比人为的判断要准多了。说下雨，这雨就要来了。快一点跑，争取在这雨下来之前跑到车那儿。可能得回家去拉伸了。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啊！13.19英里，这半马已经跑完了。哎，这斑马是跑完了，不过我也只能认输了，完全跑不过 Maxim。我估计要跑一个全马，可能中途再给他点补给，我大概率也是跑不过他的，还得再好好练练。唯一比他强的地方呢，就是我不需要上厕所，他是整个过程中上了7次，3次大，4次小。我们俩都是零补给，完成了今天这次半马的挑战。你看，他又看见路边别人的狗了，总是对人家的狗特别感兴趣。嗯，看这大嘴，哦，看这大风啊，大雨应该马上就来了。哇，正说着呢，大雨从天上马上就掉下来了，幸亏离车比较近，赶紧回车里了。走 ，Maxim， 呼，这边，哇，看远处，哎，哇，赶紧上车 ，up， 快，哎呦，哇，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天哪，这时间是刚刚好呀！要不是在车附近，身上就会被淋透了。哎呀，刚才要是不过去拉伸的话，应该一点雨都淋不到的。哎呀，不过还好，总算是躲过了这大暴雨了。啊，回家拉伸。Maxim，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几分钟就到家，到家喝水啊。Maxim 的水盆在车的后备箱，现在没法再让他出去了，否则身上全都淋湿了。只能再让他多坚持个7、8分钟，到家就喝上水了。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了。